对蓄养成熟的松树不是放而不管，对生长健壮的松树壮材一定要先逼芽再蓄养。这是今年生长出来的枝条，看这些芽头十分饱满，可以在9月底松树生长旺季再做次逼芽，直接把枝条剪短。剪短留2至3轮针叶，在冬季休眠期前会发出不定芽。像这种枝条无针叶的部分，单独剪掉顶端的蜡烛芯，是很难在无针叶的部分逼出不定芽来。剪短枝条顶端一定要留针叶。剪枝逼出不定芽的最理想状态是在1至2年时没有完全木质化的枝条上。这种无针叶的突出枝条，加上冬季的老叶脱落，枝条无针叶部分会拉得更长。在立冬前回收枝条，牺牲枝条的针粗，优先逼出不定芽，才是松树培育造型的重点。这是今年春季逼芽形成的侧枝，对过长的枝条都可以直接剪短。剪枝发出的不定芽一般比较弱，但在造型上形成了侧枝的多节分布。到明年开春把它养完整，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秋季逼芽对正在蓄养与基本成型的松树要区别对待。这是一棵基本成型的黑松，在今年的3月份对它进行了逼芽处理，经过半年的养护，生长的树势完全恢复，可以对它再进行一次逼芽。这种基本成型的黑松，逼芽后进行了控水管理，枝条比较短。像这种状态，剪掉中间的主芽头，留2到3个侧枝芽头。空养阶段的松树，剪掉主芽头，会加快不同方向侧枝的形成。这是松树造型中形成丰满枝托的前提条件。剪枝或剪掉芽头逼芽，是松树造型培育中2个不同的阶段所采取的2种不同方法。枝过长缩枝，枝短剪芽头，灵活运用，才能达到逼出多季侧枝的目的。在松树造型培育中，对过长的枝条起步就盘杂会损伤芽点，等枝条完全木质化就很难逼出侧枝，也无法将松树造型进行下去。这是6月逼芽形成的侧枝。松树生长不旺盛，秋季不能再做逼芽，对今年逼出的侧枝做一次疏剪，剪掉中间的强势枝，这样恢复生长势头更快。这个只是当牺牲枝用的。这是从苗期开始培育的黑松，在造型蓄养前已经做过几次逼芽，准备做矮把培育。对初枝边蓄养边逼芽，这样可以缩短它的成型时间。这是一棵白皮松，像这种长针叶的松树，包括黑松、马尾松等等，都可以按上面的方法进行逼芽。白皮松直接把枝条剪短，甚至在无针叶的状态下也能逼出不定芽来。这是黑松，白皮松的针叶稀疏，相对于其他松树，它生长比较快。对白皮松进行逼芽后，要进行控水管理。这是剪枝逼芽后发出的侧枝，逐步将枝条回缩，达到造型的目标。我是三全农茶，感谢你的收看，下期见。